这个2月对中国奢侈品市场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短短1周内，3记重磅炸弹接连引爆。2月17日 ，Gucci 突然宣布1天之内关闭上海2家门店。2月18日，全球顶级奢侈品电商 YNAP 宣布3月20日将彻底关闭其在中国的所有线上平台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彭博社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创下了惊人的1680亿美元外资净流出记录，创下35年来最大资本外逃记录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次逃离潮到底有多惊人。YNAP 作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电商之一，背后可是站着世界第2大奢侈品帝国利丰集团。这个在巅峰时期创造21亿欧元年营收的奢侈品巨头，居然要一夜之间关闭其所有中国业务，包括天猫旗舰店、微信小程序、小红书和抖音店铺，就连官网和 App 都不放过。更绝的是，4月22日后，连售后服务都要彻底切断，这简直就是要在中国市场上人间蒸发。数据会说话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波奢侈品大逃亡背后的冰冷数字。据贝恩咨询最新报告预测，中国奢侈品市场销售预计出现15%至20%的大幅下滑。要知道，就在疫情之前，中国还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增长引擎，如今却沦为了全球最大的拖累者。全球奢侈品龙头 LVMH 的最新季度财报显示，整体收入同比下降 3%， 其中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收入更是暴跌 11%。 这是自疫情以来 LVMH 首次出现季度销售额下滑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连疫情期间都能保持增长的奢侈品帝国呀！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根据贝恩咨询的报告，全球奢侈品消费群体在近期出现大幅萎缩。其合伙人费戴利卡·莱瓦托直言不讳，奢侈品消费群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。市场分析师预计，仅在中国1线城市，奢侈品活跃消费者就已经缩水超过 30%。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是 ，YNAP 的中国合资公司丰茂贸易从信心满满到宣布解散，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。这种戏剧性的转变，无不印证着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急速衰退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超过 60% 的国际奢侈品牌正在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扩张计划。多位分析师预测，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，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国际奢侈品品牌缩减在华业务规模。要知道，这可不仅仅是几个奢侈品牌的生死存亡问题。据业内估计，奢侈品行业在中国直接和间接带动了超过100万人的就业。如今，这个曾被称为永不衰退的朝阳产业，突然间变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，不知道要带走多少人的饭碗。更可怕的是，奢侈品撤离潮背后暴露的是整个中国消费市场的全面崩塌。最新调查显示，80%中国人承认消费降级，白牌风暴横扫市场，连全球化妆品巨头也扛不住了。让我们看看博报堂生活综研联合中国传媒大学最新发布的调查数据，在对3000名20至59岁中国居民的调查中，高达 80% 的消费者承认已陷入消费降级困境。消费者对消费意愿的评分大幅低于疫情前水平。一位受访的北京白领说，以前双11能买几万块，现在看到优惠都心动不了了。深入分析这份调查报告，情况更加令人忧心。超过40%的受访者表示支出持续减少，近60%直接归因于收入或资产下降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47%的人表示自己是被周围人的消费降级影响的，显示出一种群体性的消费信心崩塌。这种消费降级已经开始摧毁国际品牌的市场地位。看看化妆品市场就知道有多惨烈了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化妆品消费同比大幅下跌，
这在过去10年来几乎闻所未闻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一些白牌美妆品牌在电商平台的月成交额开始超过传统国际大牌，完全颠覆了过去的市场格局。资生堂的最新财报更是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。这个日本化妆品巨头的营业利润从281.3亿日元暴跌至75.8亿日元。资生堂总裁藤原宪太郎在财报会上不得不承认，中国市场的复苏比预期更具挑战性。法国化妆品帝国欧莱雅的处境也不容乐观，其最新季度销售额低于市场预期。CEO 叶红木也不得不承认，中国市场面临重大挑战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欧莱雅在中国的高端产品线销售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下滑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种消费降级正在催生一场白牌革命。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，平替、连替相关搜索量出现爆发式增长。一位资深电商分析师表示，消费者不再迷恋品牌溢价，他们在寻找更实惠的替代品。这种转变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且深刻。拼多多等主打性价比的平台业绩持续高速增长，但这恰恰印证了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。一位零售业专家直言，这不是简单的消费习惯改变，而是整个消费层级的下沉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消费降级似乎还在加速。多位市场研究机构预测，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。一位消费品行业资深分析师警告，当消费降级成为社会共识，市场复苏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。就在中国奢侈品市场陷入寒冬之际，一个新的市场正在崛起。LVMH 旗下珠宝品牌宝格丽首席执行官巴宾近期对彭博社透露，他们正在全力扩张印度市场。目前，宝格丽在印度已开设13家精品店，且还在持续扩张。他信心满满地表示，印度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前5大奢侈品市场之一。汇丰银行最新的全球企业家财富报告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，61%的印度富裕企业主积极投资房地产，远超全球51%的平均水平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56%的印度富人在购买奢侈品，比全球40%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半。一位国际奢侈品牌区域总监私下透露，现在的印度市场让我想起了10年前风光正盛的中国。反观中国市场，情况却每况愈下。开云集团的第3季度财报简直惨不忍睹，来自中国客户的收入同比暴跌35%。这个拥有 Gucci 等超级品牌的奢侈品帝国，甚至警告说，年度利润可能会跌到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就是8年发展一招，回到解放前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路威闵轩集团自疫情以来首次出现季度销售额下滑。他们引以为傲的时尚和皮具部门销售额下降5%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4%增长。要知道，这可是 LV 和 Dior 这样的超级品牌啊，连他们都扛不住了，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寒冬得有多冷？一位奢侈品行业资深分析师爆料，根据内部统计，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家国际奢侈品牌关闭或计划关闭他们在中国的门店。这个数字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还要高出1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始。多位业内人士透露，国际奢侈品牌正在悄悄调整他们的全球战略。一份内部评估报告显示，未来2年内可能会有高达40%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大幅削减在华投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说，一场更大规模的撤离潮正在酝酿。让我们来算一笔触目惊心的账。根据中国奢侈品协会的数据，奢侈品行业的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300万。
如果按照当前趋势发展，预计未来2年内可能有100万人面临失业或转岗的风险。这还不包括那些依赖高端消费的房地产、餐饮、酒店等相关行业。有专家指出，这次奢侈品的大撤退暴露出的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。当一个市场的高端消费开始崩塌，往往意味着中产阶级正在萎缩。这不仅仅是几个奢侈品牌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财富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信号。更令人忧心的是，这种转变似乎还在加速。据彭博社报道，多家国际投行已经开始下调对中国消费市场的预期。高盛在最新报告中甚至警告说，中国高端消费市场的复苏可能要比预期的更慢、更艰难。或许一位刚刚被裁员的奢侈品店员说的最有道理：以前顾客买包都是问哪个款式最新，现在问的都是哪个打折力度最大。这话听起来很扎心，但他说出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：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。这个寒冬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看到春天？恐怕没人说得准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当连全球最赚钱的奢侈品牌都开始用脚投票的时候，当权者或许真的要重新思考，这一次中国到底错过了什么。